10万元的苹果眼镜。Hello， 大家好，我是苹果爹。那我们今天要来讲这个 VR 苹果眼镜。那这个消息大概1-2个礼拜前我传出来，可是我大概去追了一下。那我们这边就有一些资讯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现在这个新闻传出来，就是苹果有一个 VR 的眼镜。那其实这个 VR 眼镜跟我们先前所讨论的苹果眼镜是不一样的。那关于这个新闻，其实去年 John Prosser 啊跟 Mark Gurman 他们就有讨论到这个问题。他们认为是2个分开的装置，因为他们看到有2个不一样的 code name 在里面。简单来说 ，VR 它就是一个比较像你戴上去，你看着荧幕。那 VR 有时候它也是可以让你看到真实的世界，可它可能是用相机的方式去截取外面真实的世界，配合到它荧幕里面，然后再把里面需要的资讯结合在一起。那 AR 的眼镜，像我们先前讲到苹果眼镜，它就是一个透视的镜片，它是比较辅助性的，可能一些现实啊，它感应到一些资讯是打在上面。那这种就是你可能有时候有讯息要接收啊，或是导航或什么时候。那 AR 的话，其实也可以结合到不只是眼镜上面，可能是汽车玻璃啊，或者其他装置，这个都有可能。但基本上它属性会不太一样。AR 的话就会让你随时还看得到真实的世界，那等于就是说你主要的注意力还是放在一个真实的世界上，那其他就是辅助性的讯息进来。因为你现阶段来说，你还是要去担心到分心的问题嘛。你是想如果有真的一个苹果 AR 的眼镜，让你可以戴着又在外面行走的时候，它势必要以一个不是很侵入性的方式提供资讯给你，不然你可能走路随时会撞到人啊，或是被车子撞，这些危险都有可能。OK， 那我们现在提到这个是苹果 AR 眼镜，就是最近新闻讲出来的这个。那这个其实 VR 眼镜在市面上是最常见的一个商品了。那像是 Facebook 的 Oculus 啊，就是一个品牌来讲算是一个相对成功的例子。那为什么说相对成功呢？因为其实 VR 在目前来讲还算是相对小众的市场。那我觉得 Facebook 的方式，它是一直希望可以结合它的社群在里面，然后增加它的吸引力。那不管是用游戏啊，或是把社群结合游戏，让你一群人可以在他们 VR 创造出来的一个小空间、一个客厅里面，你跟你的家人朋友可以坐在一起玩游戏，然后随时去对话，就是一种社群的概念。然后同个时间 Facebook 在收集你们的对话，再把你们卖给广告公司。开玩笑啦，不是开玩笑。那我觉得 VR 目前来讲，它的应用还不太广泛。我觉得除了科技上面的限制之外，重点还有应用的部分。那我觉得这也不单单只是软体的问题啦，因为现在看到消费型的 VR， 他们大部分都还是着重于在游戏上面。那其实它的应用可以再广非常多。那因为我们现在看到苹果 VR 的这个规格来讲啊，它是 8K 的萤幕嘛，就是每一只眼睛去看到都是分开的一个 8K 的萤幕。对，这样不等于 16K 哦。OK， 那它的售价是约$3000左右。它的 VR装置前面会有12颗镜头，那这个可能也包含 LiDAR 在里面。那它操作的方式用动作还有手势，它可以去追踪你的动作跟手势。那另一方面，它也会用眼部追踪的方式，看你目前的注意是在哪一个地方。那还会搭配一个手指操作的指环或是什么装置在你的手上，让你操作的时候可以更加准确。OK， 那这样讲回来的话，就是一个 8K 的萤幕，然后配上手势操作10个镜头。那我们就先预想这个爆料的规格是对的啦，因为毕竟来源的可信度算是非常高。那虽然还在开发阶段，那以我们目前知道的装置上看来，LiDAR 跟这种 AR 跟 VR 的眼镜应用上一定有非常大的关联嘛。因为现在 LiDAR 在 iPhone 上面其实它的用处还不是非常的显著，拿来拍照啊，或做一些什么现实的扫描，其实有一点点大材小用。但如果在 VR 的世界就不一样，如果你镜头拍到的东西可以结合 VR 来做更好的定位啊，还有建构的话，然后在手势操作上，你也可以使用 LiDAR 来确认这个空间的距离，这样让你在实际使用操作它的时候，基本上会跟现实世界在操控东西的体验感非常接近。那这一点也是目前其他装置比较难做到的。那再来，我们刚刚讲到的眼球追踪，这个到底是为了什么？这个眼球追踪就是可以知道你在看哪里，然后对控制和操作上有帮助之外，那如果他知道你眼睛现在在看哪里，你手现在要去操作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就可以在这个部位去增加你控制它的敏感度。那但最重要的还是在画质，我们刚刚有提到说是 8K 的萤幕嘛，那这个眼部追踪的另外一个效用就是它可以确认你在看哪里，然后就是在这个定点地方去增加它的解析度。那其实这个概念也不是太难懂啊，就像我们现在现实在看我们的萤幕或是看我们周边的物品一样，你实际去注意它的话，其实你看的东西也只有在你注意的地方是清楚的，其他地方都是偏模糊的。所以在这种应用上，其实也会蛮接近我们现实生活的体验。那另外一个优点就是说，如果它只需要运算你
现在注意的地方的话术，让这个地方的话术是最清楚、最准确的话，那它在其他地方就可以稍微模糊掉。那运算的时候就可以不用那么耗能，不用那么耗电。你想想看，跑2个 8K 的萤幕绝对是非常耗电的事情。所以我猜想这个可能有一点是这样的功用。那所以把以上总结起来，这些规格$3000会不会算是非常贵呢？其实因为市面上目前有没有接近这样的产品，完全到这样的规格几乎是没有。那有稍微接近一点到这样规格的产品，它的价格都超越$3000。所以以我们现在目前所了解苹果的这个规格，其实$3000并不算贵。但当然还要讲回来，就是说这个实用性对一般人来讲有多高？因为市面上看到这些高于$3000的产品，我们一般人都用不到，也没有什么理由去买它跟用它。但我觉得苹果最大的优势，相比不管是 Facebook 或是 Microsoft 或其他公司来说，就是它生态链里面的产品线是非常完整。像他们的战略从来就不是单一从一个产品去思考嘛。那可能它这个 AR 跟 VR 装置将来可以吸引到某一个族群的客群进来，然后进而让大家去接触到他们生态链里面其他的产品，然后再加上苹果现在花很多钱去建构内容性的商品啊，还有服务性的商品，整个结合起来的话，这样一步步的让你越来越难抽离这个生态链。那从以前开始啊，不管是 iPad 后来到 iPhone、iPad， 甚至是 AirPods、Apple Watch 等等，我觉得它就是每个年龄层，然后每个客群都能让你找到一个理由去买他们的产品，然后进而去体用他们整体生态链带来的方便性。所以虽然我们现在讲到这个，不管是苹果眼镜或是 VR， 可能都还是非常多年之后的产品。那以我自己有体验过 VR， 有买过 VR 装置来讲，或是你们现场观众可能有很多自己本身也有在使用 VR 装置的人，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我个人看起来的话，我觉得 VR 真的是一个完全改变你现在去体验这些不管是内容或游戏的一个全新的方式。真的是你一体验过后，你会发现，先前这种在传统只是单一萤幕或者一个大萤幕，不管这个萤幕多大，这体验感都没有办法取代你在 VR 里面所得到的。那其实就非常像先前那个电影啊 ，Ready Player One， 那叫什么1号玩家，你可以去想象以后的世界可能就应该会是那个样子。那现在 VR 就是可以让你很快去体验到说，将来的世界可能会是什么样子。那只要你体验过后，你应该就会相信这个在我们未来世界会占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所以我觉得也不只是我们，应该很多其他公司都在看着苹果要怎么切入这个市场，然后让这个装置能跟一般我们生活化的内容更结合在一起。当然最后就想听听看你们对这种装置的看法，或你们现在有体验过的，你们是不是也跟我一样对这个 VR 的未来发展性非常有兴趣呢？ OK， 那可以在下面留言跟大家分享。好，那最后影片结束前，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影片的赞助商，叫做 SetApp。SetApp 是一个订阅制的软体，它可以让你免费使用100多种 App。那这个软体的好处就在于它里面所让你免费使用的 App 都是一些非常大然后非常实用的软体。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 App 叫做 HazeOver， 它主要的功能就是让你可以专注在你目前所在工作的这个 Window 上面。所以你打开进入设定的时候，你可以去调整，就是说如果在你使用的 Window 之外的画面，你可以调整它，让它变得更暗。所以我平常在工作的时候，其实会同时开了非常多不一样的 App 跟不一样的 Window。那更尤其有时候开启很多视窗啊，或要搬运档案的时候，有时候一回神会忘了自己刚刚开的档案或者视窗是在哪里。那 HazeOver 对这一点真的是还蛮有帮助的。那 SetApp 其实还有非常多非常强大的软体在里面。那如果你不太确定你是不是需要使用 SetApp 的话，免费试用的连结会放在影片下方的资讯栏还有留言区。但如果试用之后你觉得合用的话，你就可以持续订阅。那如果不合用的话，你就可以随时取消你的订阅。好了，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你们如果有什么想分享的话，也可以私讯我或者在下面留言，大家可以一起讨论。喜欢这类影片的话，就记得订阅频道、按赞、按下小铃铛跟分享。那我是苹果爹，我们下次影片见喽，拜。